感谢冯静参加。今天我们 Talks at Google。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就这么悄没声的走完了一大半。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们当中有人忙碌，有人闲逛，有人激昂，有人颓唐。无论过去是怎么样，我们都在慢慢调试着自己，重新来寻找生活的方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他是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冯静。冯静在毕业6年之后，毅然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开始进行深度的环球旅行，以至于最近他开始对南极大陆进行探索，并且在今年的1月25日徒步登上了位于南极洲的南底极，就是我们大家之前听过的 The Southern Pole of Inaccessibility。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1位登陆南底极的女性，更是人类首次仅依靠双脚到达这个地点。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冯静来 Talks at Google 做客。那冯静，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冯静，现在在北京。我是一个环球旅行者，过去10年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我想网络另一端你们是遍布全球的，所以说不定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今天主要和大家聊一聊远征南底极的这一段经历。我从有这个念头到最后真正完成，花了5年的时间。人生没有几个5年，所以对我来说肯定是余生特别珍贵的一段回忆。好，非常感谢冯静。我想一会儿我们会有时间了解更多我们冯静的这次旅行。那我想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其实对这个徒步都没有太多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小视频，让大家有一些直观的认识。Yeah, that's really cool. Yeah. 哎，冯静，我问一下你啊，就是你拍视频的时候，你的手不冷吗？就是我的理解，南极这个环境应该是非常冰冻吧？怎么能拍下来这个视频啊？对啊，很冷啊。然后，所以我专门用了一种就是前面带摄像头的一种滑雪镜。
所以它的那个操作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用你的头去加热它的电池，然后所以它能比较好的续航，然后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哎，感觉好专业，进入了专业领域。哎，我看到其中有一些部分啊，比如说那个水都冻成冰，然后你用手去把它弄碎，对，然后还有那个靴子，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装备吗？就是远征是一个很少人参与的领域，所以它大量的装备，你不能直接跑到商店里去买。你说我要买远征用的东西，那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你需要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自己去设计和制作的。那它除了很常规的一些你的衣服啊、你的鞋呀、还有你的滑雪的用具，这些基本的是可以买。是那些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你是需要自己去做的。那像我们来说，最贴身的衣服就是速干衣，然后外面会有一层抓绒，抓绒外面是硬壳。这了之后呢，你还会有一些很个性化的一些装备。那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是一个面罩，是我当时戴在脸上一个黑色的面罩。那个面罩就是我自己制作的，它主要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我的这个滑雪镜起雾。是不是就是那个我看到你那个 profile 照片上戴的那个很大的这个？对，对，那个不是，那个是我的那个滑雪镜，但是滑雪镜里面会有一个黑色的面罩，所以在大部分我的视频里，你是基本上不太可能见到我的脸，就我被一个面罩保护起来了。然后像极地远征，传统是要戴一圈狼毛，就是你的帽子上面会有一圈狼毛，是真正的狼，不是那个胶囊。然后那一圈毛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风刮到你的脸上。但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面罩，然后这个面罩的材料是氯丁橡胶，就是你用的潜水服的那种面料，它可以很好的吸附你这个脸上起的水汽，所以我整个这个滑雪镜是一整天不起雾，而且我不需要更换，它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我现在是在远征的过程当中，还在做这个自我发明和创造。我因为这件事情我准备了5年。然后在这5年中，我就不断的去测试我的装备，然后并且为了远征南底极，我在17年、18年这个远征季的时候，去远征了一下地理南极点，从海岸线出发，这样越野滑雪徒步地理南极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又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值，然后回去我继续改装我的装备，然后我又继续准备，然后最后我才做成这件事情。对，哎，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怎么就一般人啊，大家想到去南极大陆都是会想坐个游轮，看看企鹅，然后看看大家在朋友圈发一发，觉得哇，已经很牛的不要不要了。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择用远征这种方式，然后去体验这个南极大陆呢？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环球旅行者，所以我成为一个环球旅行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世界保有一种比较深度的好奇，所以我很想到我目力所及之外的地方去见识一下我所不知道的那个世界。然后在远征之前，我曾经在世界各地环球旅行。当时决定去远征的时候，我已经去过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南极大陆的好奇已经不能通过一艘游轮来满足，我就做出了决定，我想要很深刻的去感受那里，我想要尽可能的在南极大陆多见识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自己跟南极的这个渊源你是怎么会想到去南极大陆？然后，是这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吧，就很渴望去到那些很遥远的地方，所以南极大陆对我来说，当时最接近的一次我是到了乌斯怀亚，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多人会搭游轮前往南极大陆的一个港口。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我也挺想跳上一艘游轮，然后就去南极看一看，但是思前想后呢，我觉得
就是因为它还是比较边缘的，就在南极大陆比较边缘的地方。然后说到跟南极大陆的渊源，其实我从挺早，应该是10几岁的时候吧，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读过一些人的故事。那比方说这个地平线并不遥远，这个讲的是 Liv 和 Anne 两个女性探险家，她们穿越南极大陆的故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冒出任何念头，打算说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我想那可能埋下了一个什么好奇的种子。然后在我后来慢慢这个阅读更多的书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都只能活一生嘛，但是你读到别人的故事，实际上你是在分享别人的人生。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在我真正走出去看世界之前，这是我看世界的办法。然后当我读到更多关于南极的故事以后呢，我想这种好奇心应该是加重了，只是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是直到我真正把我的这个重心目的地已经瞄向南极大陆的时候，那我才发现，其实过去这么多年埋藏在我心中的种子已经发芽了。就是我这个念头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冒出来的，就是毫无征兆的。就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原因，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就是这个小种子在你心目中一点一点的萌芽成长，然后你现在看，可能过去那些年的环球旅行，也是为了有一天你可以通过挑战自我的方式，能达到南极大陆，可能一步一步就是这个命运的安排。环球旅行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成长，因为把自己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然后而且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去探索的是你自己能力的边界，就是你不断在方方面面去触摸你能力的边界。人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中，是很少能够发现自己能力的界限在哪里的。但是当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的时候，却有很多机会去学习，你会更深刻的了解自己，我有可能做什么，什么东西适合我，也会关上一些永远不会开启的门。比如说，在以前的这个平稳的工作当中，你就会觉得你不太会开启这扇门，是吗？在一个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种很循规蹈矩的生活，是很大程度上是不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就是你仍然是在一个框架内，按照要求去做某些事情，然后，胜任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难。但是当你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都要靠自己一点一点去摸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界限在哪里。这个是需要无数的经历，然后慢慢的你自己会总结到，你会重新认识你自己。我觉得认识自己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要探索到自己能力的边界，等你认识了自己，你才知道自己有可能去做什么。对，哎，那你就具体给我们讲一讲你这次旅行做的准备吧。因为我看到之前的报道，你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这个滑雪的经验，也不太会滑雪。那你是怎么先学会滑雪，然后再去决定你的那个徒步呢？其实我不能说不太会滑雪，是就没有滑过雪。因为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或者说我很清晰的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然后我还从来没有滑过雪，也搞不清楚什么是高山滑雪，什么是越野滑雪，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真正从零开始的。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预期，那就是这件事情肯定很难。但是，因为长时间在外面环球旅行，我对自己的了解就是，虽然我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然后在这之前也没有精通某一项运动，但是呢，我觉得远征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倒并不是你有多强壮的体格，应该是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坚持，就是不能太心疼自己。然后，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如果我没有达到目的的话，是很难轻易放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
我认为远征这件事情通过我的努力是有可能成为可实现的，因为困难是相对于你的能力来决定的。那你的能力如果增长一些，那困难会变得稍微小一些。所以当我去跟这个专业人士进行咨询的时候，当然给我最大帮助的人，这个人叫 Paul Landry， 他是这个领域顶尖的专家，现在已经退休了。当时我去跟他咨询的时候，我说需要多久你能把我从零训练成一个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的人？那他给我答复就是说，远征很难，那从零开始更难，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你肯付出多大的努力，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5年，那还有可能这件事情不属于你，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这一段话对我觉得深受启发。那么我既然定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做好付出一切努力的准备。然后当时其实远征对这个越野滑雪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它只是一种业余水平的中级水平就可以了，并不是要求你很好的这个滑行技术。更多的要求其实是体现在你的这个心态上，就是在那种很恶劣的环境，然后你是不是能日复一日的这样坚持？因为你所有的努力会在某一个瞬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成果，然后最好的办法，你就是不停的在那儿努力，不停的进步，每天都要坚持在那里走，然后不能轻易的放弃，也不能轻易的说休息。为了这个远征具体做的哪些准备？我记得你当时有跟我说，大概跑马拉松是吧？是1周跑6次马拉松，对不对？然后还有半马OK， 1周6次半马，对。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准备工作呀？就是你为了达到这次远征具体做的一些准备。是这样的，因为我去找炮训练之前，我一个很基本的一种预测吧。我的概念是，虽然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可以学。什么都不会不意味着你不能学，你可以学，但是你学习是需要体能做支持的。那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虽然我不会滑雪，但是我必须要有足够的体能去学习滑雪。那我做的事情就是先进行体能训练。我在去真正第一次找到他去学习相关的技术之前，我做了8个月的就是体能的自训。那个时候我1周跑6次半马，因为我在就是通过我研究得到的信息，就是慢跑还有越野滑雪是最好的提高综合体能的办法。但是在北京没有条件进行越野滑雪，那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慢跑。所以我1周跑6次。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虽然因为我身高比较矮，我只有1.64米，虽然看起来真的是不太行的样子，但是我能够撑过训练。对，1周6次半马，然后还有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拖轮胎，然后包括力量训练。对，因为见到他之前，你主要是准备体能。等你见到他训练之后，那你就要进行专项的训练了，就不是仅仅是准备体能就够了。那最好的模拟实际上应该是到雪地里去拖雪橇，那就真的像远征那样去做训练，那是真正最好的模拟。可是我生活的地方是在北京，我们这里不是1年4季都有雪。那即便是到了冬天有雪的时候，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进行拖雪橇的训练。所以陆地上的训练最接近的就是拖轮胎，就是在后面拖轮胎，然后在马路上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怪异的训练，所以我都是午夜出去，一般是夜里1点到早晨天亮之前，就是尽量不要被人看到，因为看起来真的挺奇怪的。然后还有就是上肢力量，因为你在雪地行进需要拖拽一个行李，然后拖拽一个行李的时候，你仅仅靠双腿走，这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上肢力量很重要。然后我的体格开始上肢力量是不足够的，所以我就进行托举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家里举重物，然后隔天是举1000下，18公斤举1000下。
然后每天拉划船机，然后划船机一周是拉满7天，其中有6天是20公里，还有不对，有5天是20公里，还有2个 big day， 然后这个 big day 是要拉50公里，然后就这样，就是我最基本的训练。我现在看到那个网友们的评论啊，他们就说太生猛了。对，大家觉得这种训练方式非常非常惬意，对，非常有诗意。然后我其实还想就是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像你这种我们都是亚洲人对吧？然后我们体格相对比较弱，那你之前有提到去挪威啊或者去新西兰训练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你遇到你们就类似的这种小伙伴或者是我们这种滑雪爱好者的时候，他们对你是怎么看待的呢？对你的这种训练还有对你的这个计划？我最开始去挪威那个地方叫 Augusto， 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小到这个村子里一共常住人口只有1家人，所以他们全家在那里经营一个家庭旅馆，所以所有的滑雪爱好者都会住在那里。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很偏，只有那些就是骨灰级的这种发烧友才会到那里去，所以当我出现在那儿的时候，应该算挺怪的。那他们当时。首先我是亚洲人，然后我是个女的，加上我长得就是比别人要矮好几头，所以当时他们以为我可能也是身怀绝技才会打听到这样一个地方跑到那里去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当时我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对话是这样的，那你来这儿干嘛？我说我想去南极远征，那你想去走什么路线？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路线，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还不会滑雪，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们看起来觉得就这个太幼稚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可能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事情吧。对，那后来就是你成功之后，有没有人知道你最终达到了这个目标啊？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我去，为了这个南底极之前，我先去南极点远征，然后南极点远征，因为那条路线是比较标准化的路线，然后也有一部分我之前就是在学习准备的过程中认识的人。你做这个极限运动本身，我相信应该是要做很多的这种planning， 很多的计划。然后包括你怎么去组建一个团队，然后大家团队如何分工，然后包括可能会预料到一些风险，互相救援。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团队是怎么配合的吗？是这样的，你们刚才能在视频里看到的，我走在路上的一共是3个人，包括我自己，还有2个帮我的人。这2个人的名字是 Sarah McNair Landry， 还有 Eric Boomer，他们2个是长期的搭档。但我要着重介绍的并不是和我走在路上的这2个人，我想介绍的是，行程之外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男人 ，Paul Landry， 他是我的启蒙教练，是我最开始我训练我的人，把我从0开始，训练到今天，就是我可以完成这个远征，去实现我的梦想的这个人，然后。当然，他的名气很大，其实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你去 Google 他就知道他是谁了。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在远征的路上一直都在去回忆，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他教会我的很多的一些道理。然后，因为他讲的很多话，在当时，你可能我听到的时候，我只是记住了，但是我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越想会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比方说他讲，当我们第一次去远征南极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离南极点大概还有全程是1130公里。当我们离南极点大概还有200多公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挺开心的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做成的。然后，但是他就告诫我说，你不要高兴的太早，说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如果是 medical issue。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或者 equipment issue， 都有可能造成你这个行程的终结。即便是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了，1130公里，最后还差200
来公里的时候都有可能是失败的。其实这个一直对我来说我都记在心里，而且他还非常注重细节。他教会我说，你只有把每一件很小的事情做好了，你才有可能最后实现一个成功的远征。所以在过去的5年中，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真的是在出发之前的每一天都在想办法，有没有可能准备的更好一点。对，我觉得很触动吧，就是你可能每一天其实都是不确定的，尤其是我们就是徒步走的这一次，你可能看到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困难去定向，然后还有我看你之前讲到的那个white out。对吧？就是这种极地的这种特殊的地理现象，我想都会给你的这个每一天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你是在心理上怎么每天去自己去 self motivate， 自己去鼓励自己，我可以坚持下来做这件事呢？然后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就是确定，哎，我这次徒步能成功呢？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如何自我鼓励、自我激励。其实这个大多数的远征如果失败了，因为我之前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别人失败的行程，因为别人的成功你有可能学不来，别人的优点可能你根本不具备，可能别人能力很强，就是无论如何你都达到不了的那种实力，这是有可能的，这有可能是别人成功的原因。但是别人的失败你可以尽量的去学习，你可以从中去汲取很多的教训。那我研究之后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失败的远征，它不是因为你遭遇了重大事故，没有 medical issue 或者是 equipment issue， 实际上就是你的意志力溃败了，就是你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对待自己了，你决定放弃了，你想饶过自己了。那在远征之前，我就下定的决心，我这个远征队是被我命名为行则将至。那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在出发之前，我的这个行动代号叫做只要脚还走得动，就只要还能走得动，我就要一直在那里走。那这个就是我不断激励自己的这种办法。我把 Ever Steps 写在我的这个滑雪板的顶端，所以每当我低头看我的滑雪板的时候，我就鼓励我自己，我要相信每一步，要相信每一米，因为不管多小的一步努力，那它连接起来，最后会实现一个真正我想要达到的目标。那特别难的时候，就是我也会遭遇那种进度严重受阻，然后可能辛苦一整天，或者连续辛苦很多天，可是你的进度非常不理想，或者是落后于你的计划，这种情况是有的。因为当你拉着行李顶峰爬升，然后陷在雪里，那一步就有几个厘米的时候，那一整天下来，你可能1个小时走1公里。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把这个往前看，你说我完全按照这个速度来走，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的。那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的确想过这个行程有可能完成不了。那首先你要接受，就是人生真的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开花结果。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仍然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不能在1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本可以，那么我当初如果再努力一点点呢，那是不是就做到了？所以当我觉得特别难的时候，我会去试想10年之后如何去看待今日的决定，那么很多时候这个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当年要去南极大陆，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非常理智的。不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理智，实际上是因为在我对自己进行了长达5年，在那之前我先旅行了5年，在这5年对自己的探索中，我对自己的认识已经更深刻，比之前要深入一些，要深入的多。然后所以我知道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我没有把目标是我当时把目标设定在我的能力之外，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通过我的努力可以纳入我的能力范围的。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受鼓舞啊！就是冯静真的是这么多年来非常不容易走到
今天这一步。然后我先暂时 pause 一下我们之间的 conversation，因为我们这是 Talks 在 Google 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也预先了解到我们公司内部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也可以说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宝藏男孩吧。那个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多极限运动的经历和体会，而且我也会觉得极限运动本身可能会是一个特别男性主导的一个领域，所以我特别有幸来邀请我们2位Googlers，韦佳和 Vincent， 然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特别有建树，然后让他们也跟你一起聊一聊大家对这个极限运动的看法、感受，还有他们观察到自己身边，比如说男女性的这个挑战者，大家的各种优势和劣势。冯静你好，大家好，我是何维佳，我是11年加入 Google 的，我现在是在 Verily， 我是一名 software engineer。其实我在16年的时候，其实也和冯静一样，曾经跨出了最开始的一步呢，就是辞职开始自己的 gap year。不过我没有坚持多久，因为我是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其实是找到了自己的初心，那就是驾驶的感觉、操控的感觉。因此我就中断了我的环球旅行，回来做了一名程序员和兼职的赛车手。对，你好，我是 Vincent 啊，然后我也是一个 Googler，然后但我业余时间我是玩潜水的，然后我同时是一个潜水教练，然后我也是一个全洞穴的技术潜水员，然后也拍一点照片，所以我其实参与了蛮多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洞穴的那个探索啊、勘探还有拍摄这些工作。你刚才说很多东西，其实我都感觉还挺有共鸣的，所以很高兴认识你。补充一下啊，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我们2位同事也都挺低调的，我为大家念念啊，就是那个维佳同学的这个履历，就是我先不说他是我们 Google 非常聪明的这个 engineer，然后他是我看啊，17年考取了中汽联场地 A 照。获得 CTCC 中国场地汽车职业联赛亚军 ，SEC 超级耐力锦标赛冠军，勇者为王统一规格赛上海市精英赛冠军。我们一看这些，我就知道真的不是就玩玩，对吧？是专业人士。这个是的，其实我在回来加入赛车的时候，我就想。这我不能玩玩，因为很多人就是玩玩，我去参加一场比赛，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也是一个赛车手。但我觉得我是一定要有成绩的，就是目标为导向的经验。对，然后 Vincent 也是，他其实真正的这个官方的工作就是 paid job 是 designer， 对吧？是我们很多产品的设计师，然后他还是导演，然后还有这个知乎的对。小号、大号，对，会给大家解答一些关于这个水肺潜水的一些知识，还有技能。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斜杠青年吧，就是还没走到那么远，还在靠我们 Google 在支撑他们做这种自我的突破，对吧？反正是 support 还是要靠就是正常的工作。对，那我们聊到financial support 啊，就很多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网上会问说，哎，冯静，你这项目听起来应该是一个特别贵的一项运动，你像5年的准备，然后包括国外的受训，这些所有这些准备，你是怎么去？你看以前工作没几年，也没什么积蓄，你是怎么能在经济上能支持到自己能完成这个项目呢？5年的准备，实际上在准备过程中的花费是比较小的。去国外训练总体的时间非常短，就是和这5年时间比起来，只有几周的时间。那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是自己训练，所以这个期间的花费并不算贵。然后就这个项目本身，它的花费是比较贵的。但是跟他们2个不一样的是，我做的事情就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开销，所以像我们这个领域的前辈，曾经有人是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用7年的时间去偿还一次远征欠下的债务。所以像我们这种事情，你是有可能是通过筹集资金、借贷然后完成的，因为它只是一次性的。就我个人来说。
我所去过的，无论是南极点还是南底极 POI， 我都很乐意再去一次，但我不会走着去了。你妈支持你去吗？你爸爸妈妈支持你去吗？一开始肯定是觉得这个孩子又开始异想天开了。对啊，就是后来对吧？好端端的北大国际关系毕业，干嘛呀？这是不是？一开始肯定是不理解的，特别是那个你又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有风险的。那最大的危险你是掉到冰系里去，这是很严重的风险，有可能面临非常灾难性的后果。那我就尽量去给他们回避这方面的信息，尽量跟他们讲一些比较积极的、美好的这种展示这方面的景象。然后我也让他们见识到，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是有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冯静，你刚才说到这些就是风险啊，就是我其实也蛮有兴趣的，因为在你这个整个这个准备过程中，就是你是怎么去就是了解这些风险，评估这些风险，然后做一些准备，或者说方案去做准备的？因为我们其实也会有也会去做类似的事情嘛，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在你这个方面你是怎么去做的？关于风险这方面，那首先第一，当你去，就是对于我来说，之前完全是一个门外汉。那我从零基础开始，就我能搜集到的信息，无非就是别人写下的自己的这些经历，我网上能看到的那些影像。那就这些来说，结合我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那我会评估出来我有没有心理能力去承受有可能面对的风险。然后当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这个心理观上已经能够对自己评估通过之后，那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很现实的，你要找很专业的人员去对你进行指点。那这种指点实际上对于我做的这些事情来说，你需要掌握的技能是比较庞杂的，它比较多，就是比较琐碎，没有哪一项是特别难没有办法攻克的，但是它比较复杂，比较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需要不断的得到专业人士的评估。像我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远征南底极，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支持我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实现的，太难了。然后我找到 Paul Landry 的时候，他作为这么有名望的教练，他也是很客观的跟我讲说这个事情不行，至少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绝对不行。所以当我经过训练之后，他给我的建议是，那我们先去一趟南极点，然后通过这个行程我来评估你，然后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的事情。所以我对于风险的评估是，首先你先自己评估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那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然后当你觉得你比较明确这个你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后，你需要找专业人士进行训练，然后训练之后会得出一个别人的第三方的评价吧，然后那根据他们这种很专业的经验，会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可能有机会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这些风险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或者说重新的评估？非常有，因为在这个之前，我真的以为这些探险家、远征者是不怕死的，我真的是以为是这样的。当我真的近距离的接触他们之后，实际上我发现不是的，他们非常小心的去规避风险。真的不是就是头脑发热说我要去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做尽一切可能去规避风险。所以这也是我在向他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然后为了这次远征，我也曾经到新西兰去专门学习 crevasse rescue， 这个掉到冰系里是最大的一个风险。然后你需要掉下去之后呢，需要实施救援，这个救援不是很简单的说拿一个绳子往上拽，然后你需要打一组比较复杂的绳结，然后这组绳结的作用是让你能够变成一个单向的，就是你每拉一下你可以松手再拉一下，这样不停的下去的人和东西拽上来。然后而且这个绳结是可以让你使用1/6的力
去很省力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这一些东西你是需要学习才能够掌握的，所以我也像他们，像Paul告诉我的那样，就是尽一切可能去规避风险。同时，我这次雇佣的是2个人，那我雇佣2个人的作用就是为了，一旦有人落入冰系，无论是我还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可以有2个人去施救，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程度上去保安全。因为像我们这个区域，南极点是有一个全年站的，阿蒙森斯科特考察站是一个全年站，所以到了每年的11月、12月和第2年的1月，也就是南极大陆的夏天，会有比较频繁的航班往来于南极大陆的边缘和南极点。但是南底极是一个废弃的站，那个地方没有人值守，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被航线所覆盖的。你如果遭遇了重大事故的话，你不可能等待飞行员来救援你。最好的办法，最大的保障就是自求多福。那个，对你刚才说到，就是说，关于怕不怕死这个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也非常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们潜水时候也是说，你越是往就是高阶的方向发展，你会变得越来越怕死。然后你会越是去小心的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其实我也想问说，就是在你达成这个目标和这个生命的这个价值之间，你是怎么去判断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为这个牺牲你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撤退的一个就是 retreat strategy，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有没有这样想过这样一个方案，就是说。如果我遭遇了不可以克服的障碍，我肯定会呼叫救援。如果是遭遇不可克服的障碍，所谓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比方说，如果发生了很严重的骨折，那如果落入冰系是很有可能发生骨折的。然后如果发生很严重的骨折，但如果骨折发生在我的手指上，那我一定会忍，就一定会忍。但如果它发生在其他部位，比方说我的腿上，这是没有办法通过忍耐来克服的困难，那我一定会呼叫这个 evacuation。然后他们就是专业救援，在现代这个探险领域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也有购买专门的保险去覆盖这一部分的救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样我再补一句啊，我认为是这样，生命当然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一个你非常珍视的东西，你对待它的办法并不是只有把它束之高阁，把它很小心的保护起来，因为我们都只活一次，所以我希望把这一次活好一点。对，我真特别感动。对，我想问问 Vincent 还有维嘉，你们都是男生对吧？然后你们，我想看看你们怎么看待冯静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对吧？你们怎么去看这个女性的这种挑战者，她们的这种优势和劣势？这个其实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好像大家都把你看成是有一个预设，就是说好像你是弱势的，说你是女性啊，你个子比较小，你体能可能不够啊。但是我其实知道说在很多极限运动当中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作为你这么一个个体，你有什么就是别人意想不到的在做这些活动中的优势？我觉得我其实是想了解这个。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自己特别狠，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因为矮，你知道像我们这个项目吧，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你矮，你的腿短呀。腿短，然后你每走出来一步就比别人要少，然后你这每一步你可能真的就少3-5个厘米，可是你一天10几个小时，然后连续几十天，你少的就很多了，你比别人就要落后很多了。那别人可能一天8个小时你可以完成的这个距离，那我需要10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一天不管怎么样它只有24个小时，就是我再怎么拼命，我也不能突破一个很客观的限制，因为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我能做到的，虽然就是我的身体条件不好，我没有别人高，我没有别人腿长，但是我可以一直坚持在那里走，
就是一天10几个小时，我没有什么抱怨，就是我仍然这个心态保持的比较好。然后，而且即便是很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因为很难，所以就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我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拖延症，就是有事情觉得就赶紧去做比较好一些。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引领的感觉。对，会不会比如说像在能量消耗啊什么这方面，就反而女生会比较有优势呢？那倒没有。其实我在远征的时候吃的挺多的，然后包括我在跟豹去那个远征南极点的时候，我吃的比他还多。然后就是因为矮，因为小，然后所以你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你就只能拼命的去倒腾啊，你就得走的比别人要那个步频要高啊，所以你比别人还累啊。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因为有网友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吃什么，每天怎么保持能量？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使劲吃。你们看，冯静吃这么多，还这么瘦，对，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吃，关键是坚持。对，如果你能想到你可以坚持，那你也可以坚持的去吃。对，所以这个，这是我们那个今天非常有意思这 conversation 啊。然后我想再专门特别提一点，就是，我自己感觉说，我们的这个人生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吧。像维嘉刚才讲到，他可能中间就辞职了，对吧？然后出去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啊，老板们会不会有担心啊？就今天这个节目做完以后，离职率就升高了。”对，然后我说可能也不会吧。我想大家也许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些更多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探索。对，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法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中途遇到的困难呀，是不是有放弃的念头？我相信，冯静看起来他样子是他没有什么放弃的念头，他就是有困难，见招拆招。对，这是我几次跟他聊下来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不太会想结果，更想的是我当下我每一天我每一步怎么样去做。对，然后另外也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可能寻常的一个普通人吧，我觉得冯静的这些经历，然后包括维嘉和 Vincent 他们的这些经历，更多的其实并不是说让我们去做多么危险或者自己不是特别喜欢或擅长的事情，而是说无论我们面对你是工作也好，或者生活中的选择也罢，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更深刻的了解到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并且可以坚持不懈，慢慢的突破自己的一些限制。可能一开始你不知道你自己能走多远，但是慢慢的我们可能会越走越远。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知道我会议室外面有人在敲门了，那我就想，我们特别感谢冯静，他可以这个在疫情期间，现在北京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容易，然后花时间跟我们做这么深入的分享，然后也特别感谢 Vincent 和维嘉，百忙之中分享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我们最后就以李白这个行路难，作为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束语跟大家共勉吧。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句话，然后共同努力。然后也谢谢冯静今天的分享，然后希望我们也能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谢谢冯静啊，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拜。